嗱，我之前都講過啦，我今年係揀咗中國財險㗎，而唔係揀中國其他壽險股啊。咁啊，事實上，如果我哋睇嗰個股價表現啦，今年股價表現嘅話咧，保險股當中咧，今年嗰個表現比較好咧。咁啊，除咗係呢一個新華保險啦，因為佢對股市嗰個彈性比較大啦，咁啊有啲人搏佢啦。咁第二升幅最好咧，表現最好就係中國財險啦。當然，如果你個股市非常之火爆嘅，咁我會覺得中國財險咧個表現可能就會跑輸俾其他壽險㗎啦嚇。但係佢本身，如果我哋講淨係計你投資中國財險本身嚟計啦，我係預期，我係自己對佢嘅期望咧，係每年有10至15% 嗰個升值啊，升值包括個股息率，當然佢股息都唔係好高啦，4-5厘到啦。咁然後加埋股價上升咧，每年10至15%，我對佢嘅期望就未來啊，每年啊，唔係講緊某一年，係平均每年啊，未來2-3年啦，平均每年嘅回報可以俾到我10至15% 啊。咁今年都應該升咗6點幾%㗎啦，都唔錯。咁講翻嗰個2328個業績啦。咁2328個業績咧，佢就係2024年股東淨利潤增長20至40%，咁你平均咗即係增長30%到啦。咁公司都有解釋點解有增長啦。咁受惠佢個業務規模嘅增長，咁即係保費有增長啦，同埋資本市場咁即係股市啦，嗰個表現好嘅影響啦，嘅正面影響啦嚇。咁投資收益係增長比較好嚇。咁呢一個咧就係你會見到啦，佢嗰個增長幅度咧就唔會有新華保險嗰啲咁勁㗎啦。即係如果你股市升嘅話，咁新華保險因為佢投資喺股市比較多啊嘛，咁所以個增幅一定冇佢咁勁啦。咁但係中國財險呢一個增長平均啊，即係2成至4成，平均咗即係有3成嘅盈利增長，咁我都覺得唔錯㗎啦。咁而事實上佢上半年咧個盈利咧係下跌咗9%嘅喎，咁代表咩咧？代表其實佢下半年咧係增長得好強勁啊！如果我哋照計數啦，咁佢上半年係185億元啊，下跌咗9%。咁你照計咧，即係下半年咧個淨利潤咧就係110億元至到159億元，咁同比增長1.5倍到2.7倍啊！即係雖然佢全年計增長3成到，但係因為佢上半年係跌㗎嘛，而佢上半年跌都可以成年就增長咗3成，即係代表佢下半年咧係改善，大幅改善啊，增長1.5倍到2.7倍，咁都唔錯啊，都唔錯。咁咧就係講翻佢財險啦，因為我咁中意，咁講多幾句啦。咁財險其實佢2024年嘅保費只係增長咗4.3% 嘅，咁其中咧非車險嘅增速咧係略高於車險嘅，即係非車險就增長咗4.6%，車險就增長4.1%嚇。咁非車險嘅增長主要由意外險啦、健康險啦、責任險啦、企業財產險啦，咁呢啲嚟到帶動啊。咁2024年嗰個保費增長就係9.7%、9.9% 同埋2% 嘅，即係講緊頭先嘅呢啲意外健康險就增長咗9.7%。責任險就增長咗9.9%，企業財產險就增長咗2% 啊。咁都係高過，即係尤其是嗰啲意外健康險同埋責任險啦，個增幅有9點幾%啦。咁即係高過佢整體嗰個增幅啦。咁呢個亦都係佢整體保費增長嘅一啲主要原因啦。咁管理層亦都有交流過咧，就係佢2024年個車險嘅綜合成本率咧係低過97%嘅，係低過97%。咁我之前都講過啦，財險咧你最緊要睇佢綜合成本率啦，越低越好啦嚇。
100% 係代表冇賺冇蝕啦嚇。咁你97%係代表佢每買100蚊保單咧，佢就賺3蚊承保利潤啦。咁呢個非常之好。通常去到97咧都已經唔錯噶啦。咁但係咧佢講個飛車險咧個綜合成本率咧其實係略高於100% 嘅，即係話係處於承保輕微虧損㗎。咁主要就係因為咧佢嗰個中國舊年啊，即係講緊2024年個自然災害比較嚴重啊，比較嚴重。第二個原因咧就係個呢個我呢個值得大家聽聽啊。佢透露再保險嘅賠付同比下降啊，同比下降。點解咧？嗱，大家知道啦，譬如你賣一個中國財險，咁佢當然主力係賣財險噶嘛。呢個我哋叫做直保啊，即係話佢係直接面對嗰個買保險嘅人嘅。你買咗個財險，咁但係咧，佢因為財險有時涉及一啲天災啊嘛，咁咧佢就會咧叫做再保險啦。佢就可能同1508啦，1508陣間都會講啊。1508係做再保險業務啊，1508中國再保險。咁即係話你財險佢一定係咧，佢都會計過條數咧，佢為咗轉移一啲風險咧，佢就會將部分嘅風險就轉移俾再保險公司即係例如1508呢一種再保險公司。咁但係根據中國財險所講啊，佢話2024年嗰個再保險嘅賠付係少咗喎。呢個信息好重要喎。第一，2024年嗰個自然災害係嚴重咗嘅，係嚴重咗，但係再保險嘅賠付係少咗嘅喎。呢個代表咩咧？代表係佢嗰個災害咧係個 frequency 啊，即係個發生嘅次數多，但係個強度就唔多喎。呢種情況咧就對再保險公司係好有利嘅喎，因為咧你再保險其實你係即係好似咧譬如我哋買一啲醫療保險啦，有個叫做墊底噶嘛，有個叫墊底數噶嘛。譬如你買一個高端即係我前一排都諗，我買一個高端嘅住院保險高端嘅住院保險。咁但係高端嘅住院保險咧好貴噶嘛，即係尤其是你年紀越嚟越大咧就會好貴。咁所以咧你要買高端嘅保險，但係你又想個保費冇咁高，你會點啊？你就會揀一個叫做保底嘅，即係譬如話我有個墊底費，譬如話9萬蚊。如果低過9萬蚊嘅我自己俾，超過9萬蚊嘅咧就用呢個高端嘅醫療保險幫我俾。咁呢種咧就係你買高端之餘，你又你係選擇有一個墊底即係你自己俾嘅一個保費，用呢一種。咁中國財險其實亦都係一樣嘅，佢買個再保險咧係講緊咧就係如果你個自然災害好嚴重嘅，咁嚴重嗰橛咧就再保險公司賠就再保險公司賠。咁但係如果個情況對佢不利咧，就係你個災害嘅發生嘅次數好多，但係每次個強度又唔係好強喎，即係你觸及唔到再保險嘅賠償啊，但係你又發生咗個災害，即係話你要賠啊嘛。咁呢種情況咧係對直保嘅公司，即係話中國財險係不利嘅，因為佢嗰個災害嘅賠償係多咗嘅，而災害嘅賠償佢係轉嫁唔到再保險嗰邊嘅，再保險嗰邊咧出價唔到佢再保險嗰個賠償啊，因為個強度唔夠勁。咁呢個係代表咩咧？就係代表可能啦，係對1508中國再保險係有利嚇，即係呢個估㗎咋，因為中國再保險未公布業績啦嚇。咁中國利益申報啊，我係持有2間公司都有2328中國財險我都有嘅。
1508中國再保險我都持有㗎，咁啊中國再保險最近股價好似都唔錯啊，咁啊我希望係一個好嘅兆頭，去2024年嘅業績係會好啦。不過因為佢唔係 A 股上市啊，所以咧佢就冇預告啊。如果佢真係有盈喜咧，都要遲啲嘅，即係要接近3月份業績期嗰陣時先至，我希望佢會有盈喜啦。咁呢個順便講1508，因着2328喺呢個再賠付同比下降，但係自然災害又好頻繁嘅2024年嘅呢種情況，咁我希望咁樣對中國再保險係有利啦。咁呢個就講再保險嘅賠付方面。咁然後咧就係另外咧就係投資方面啦。嗱，中國財險佢喺嗰個權益投資啊，即係股票嘅投資咧，係相對比較低啊，相對比較低。咁呢個好正常啊，因為財險嗰個負債期好短嘛，得1年啫嘛。咁你都唔可以買咁多喺股票嗰度啊嘛，因為你隨時就算你個綜合成本都係97都好啦。咁即係話你收到100蚊保費，你1年之內你要賠97蚊出去噶嘛。咁你哋唔可以將個100蚊都攞晒去投資股票嘅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佢嗰個權益投資比重咧係比較低嘅。咁而佢持有嘅呢一個基金同埋股票，而股票分為呢一個 FVOCI 同埋 FVTPL 嘅比重咧，就係5.2% 係用基金形式去投資嘅，4.9% 係用佢係股票，但係歸入去 OCI 嘅，即係話佢有4.9% 呢一啲股票嗰個浮虧浮盈咧係唔會進入利潤表嘅。咁而進入利潤表嘅咧得 1.3% 1.3% 嘅股票投資係歸類為 FVPL 嘅。咁佢又同呢一個新華保險啊、中國人壽咧就調翻轉嘅喎，即係佢就算佢買股票都好啦，佢歸類做 FVTPL， 即係話浮虧浮盈進入利潤表嘅比例係最低喎，佢係低 1.3% 啫喎。反而浮虧浮盈進入 OCI， 即係進入資產負債表嘅係有 4.9% 喎。另外佢用基金形式去投資股票嘅就 5.2%。咁即係代表咧，其實佢對股市嗰個敏感度冇咁高啊。咁呢個都係好事嚟嘅，因為始終股市係比較波動啦。咁你中國財險個業績如果太受呢一個股市影響咧，都唔係太好啊。咁呢個咧就係佢嘅投資方面啦。咁派息政策啦，派息政策咧就係佢因為而家係用咗新嘅會計準則啊嘛。佢以前嘅會計準則咧，個派息比率咧就係派40%嘅，派40%嘅，派40%。咁但係而家已經採用咗新嘅會計準則啦。咁雖然佢嗰個股票歸類做FVTPL 得 1.3% 啫，咁但係 1.3% 比較低，但係都會受股市影響噶嘛。咁所以咧，但係佢個派息係根據嗰個派息比率噶嘛，咁變咗咧，如果佢將來，因為佢好注重呢一個派息啊，即係佢唔意思即係話，佢唔係好想投資者，即係佢啲股東收嘅股息咧太波動啦，咁所以咧佢就話佢個派息第一，佢係唔會低過上一年嘅，咁呢個非常之好啊，即係話中國財險咧嘅管理層講咧，佢每年嘅派息係唔希望低過上一年，即係話至少都保持上一年嘅水平喎。咁呢個好好啊，即係有多冇減啦。咁呢個非常之唔錯。咁2025年嘅展望啦，整體保費增長大概 5%。嗱，咁呢個都唔錯啊，因為你2024年先至 4.9% 啫嘛，2024年唔係 4.3% 啫嘛。咁2025年預計有 5% 增長啊，即係話2025年嘅保費增幅咧係高過2024年嘅，同埋佢講個淨利潤嘅增長速度咧係會快過保費增長速度嘅。咁呢個係非常之好啊嚇。
咁呢個咧就係2328中國財險嘅盈喜嘅一啲評論啦嘅分享啦。